花了几个月时间 DIY 手搓出来一辆皮卡房车。今天安装几个户外的储物箱，方便储存一些杂七杂八的户外用品。你平时干什么？你都可以把那个搞机器人了。大家好，延平 Masters Gary。自己是手搓出来这辆房车之后呢，上周末是来了2场在草原、草甸、山路的一个越野。那回到北京之后呢，我在这个期间提前下单的一些快递也收到了。那首先就是我下单了贝陀的储物箱。为什么要做贝陀的储物箱呢？有很多东西，像一些户外的排水管，包括一些户外用品，对吧？露营的一些装备，这些东西经常是带着泥沙。如果经常要把这些东西搬到房箱内的话，它会影响这个房箱内的一些整洁度。所以我是在外面计划装4个房箱。我可以先拍一下，因为之前已经下过一个单了。对，就是这个小箱子，只有不到20厘米。这个箱子最外侧，这不超过后保险杠，行驶起来比较安全。所以我计划在这边也装3个箱子，这样的话，我觉得户外的储物空间会大很多。这个空调现在开着呢，也可以听一下空调的一个噪音。对，这个户外储物箱是一方面。其次呢，还有一些零零碎碎的，比如说垃圾桶，对吧？一个壁挂式的垃圾桶，这个是可以挂在这块。因为我的空间小嘛。经常大件的垃圾，像一些水瓶什么的，我都会压缩起来，所以这个小垃圾桶呢，这块是有这个活动的，可以打开，所以打开完以后，我觉得也是满足我的需求，这个会挂在这一块。现在准备开始施工了，3个大箱子就准备装在这块3个位置，不能放这块，因为这个后斗还要合起来。因为这几个箱子呢，其实每一个都得4、5公斤，因为它是纯铁的，而且厚度还是有一定厚度。那为了把这3个箱子固定在这一块，包括这个，我之前固定的一个方式是，我在后面钻孔，然后用结构胶加螺丝，就双重固定，所以看这个还是非常牢固的。那我也采用同样的方式去操作这3个箱子。第一个箱子我是钻了孔，先是从外面钻，然后里面呢也用这个再钻一下，就是把毛刺去掉。所以9个螺丝加结构胶足够支撑这个4、5公斤的箱子，加上里面一些重10几公斤的东西。还有一个细节我想记录一下，就是这个箱子是这样正着挂着。但是呢，可以看见它这个边框其实防水性没有那么好，就没有密封的胶条，肯定达不到一个防暴雨级别的。那假设里面渗了水呢，所以我也在底下开了几个洞，这样如果有水在的话，就可以从4个角方便流出，这样整个箱子里面还是干燥的状态。所以这个细节我觉得也记录一下，对有需要的朋友们做一个提醒。我也把这个箱体上的浮土擦干净了，现在我就可以打胶，然后固定。这都是你自己定的，那很牛啊！你用啥软件建的？高腻你自己买，切割你切啊！我靠，你平时干什么？这也不好搞。不帮忙吗？你这什么材质呢？我觉得你可以搞那个，你都可以把那个搞机器人了。你先干吧，不打扰你了。这现在是第1个货箱装好了，然后第2个、第3个按同样的方式去安装。剩下这2个
尺寸会稍微宽一点。也从这个角度也可以看一下，就是防箱凸出来的部分和这个后保险杠中间的这个位置啊，现在是挡住了，是要往里缩进去几厘米的。好了，现在几个箱子都装上了，大家看一下啊，钉子加胶，这个锁我还没装呢啊，而且装完这些箱子之后也不影响这个皮凯的后斗合上。开门呢很容易顶上，所以后续我也再买一个房车门的限位器，这样可以停在这一块，就防止它撞上。总之我觉得这个几个箱子很多比较脏或者是经常户外用的东西，可以放在这些箱子里面，实用性也是比较强。好了，以上就是本期的介绍。围绕这辆皮卡房车也会有更多的改造优化，后续我也会开着它去看一些不一样的风景，欢迎大家订阅关注，谢谢，拜拜。